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石新月塔罗占卜。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期占卜主题呢，是来看一下这朵飞来的桃花是否为自己的正缘。今天呢，我们是一个能量检测。今天我们要来检测的呢，是这个桃花是不是你的正缘。我觉得这个能量应该是，就大家如果是刚刚接触一个人，然后呢，这个人你觉得还不错，或者是说你还没有跟他真正的建立紧密的连接之前，可能你很想知道这个人究竟是自己的小桃花，是自己的一个暧昧对象，还是说这个人跟你的缘分很深。所以其实我们今天是做一个这种来看一下这个人和你之间的连接有没有很深。而且呢，我觉得这一期的占卜是蛮适合你跟这个人之间，就是说还没有那么的熟悉，或者是你认为跟他之间还在一个发展的阶段，对吧？那如果说有些朋友你跟他已经就是非常的确定了，然后呢你也觉得跟他两个人关系很好，其实我觉得像这样子的关系的话，其实不用再测了的，因为你只要跟他好好的走下去就可以了。有的时候我们是不问结果只问初心，我们好好的连接就 OK。但是呢，也有一些朋友就是，如果你跟他还早期嘛，然后你不是很确定，又或者是说你跟他关系走着走着就是有一点没有那种很放心的感觉的话，那么我们就用宇宙我们来询问一下宇宙，希望宇宙呢能够给我们更多的信心，或者是说宇宙告诉你一些指引能量也许你现在也走在了这个十字的交叉路口，你需要一个声音，你需要一个很中立的朋友，对吧？来给你一些指引，来给你一些他的观点，那么你再去参考，然后呢，你再针对自己的情况帮助当下呢在感情当中的朋友我觉得是做一个选择的决定，或者是说呢让你安心，让你放心。好，如果你对今天的占卜感兴趣呢，我们就来进入到今天的选牌。那今天的选牌呢，跟往期一样我也是提前收集了大家的这个能量还有信息，然后呢把它们分别放在了你面前的这3个不同的牌组里。我们呢从左往右分别是第一组、第2组，然后呢是第3组。从左往右分别是第1组、第2组，然后呢是第3组。那第1组牌的朋友，今天的这个能量宝石是这个银色的碧玺，好。然后呢，第1副牌的朋友，今天的这个塔罗牌是大家熟悉的这个 Wild Unknown，这个是未知塔罗牌，这个是很漂亮的一个很有名的一组牌好，这是第一个。然后呢，第2组牌的朋友，今天我们是请来了缪斯塔罗。然后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牌里面的能量是这种很粉嫩、很粉嫩的这样子的一个画风。好，接下来呢是第3副牌的朋友，这里是一个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比方说 Tarot of Sea， 这种指导灵塔罗牌吧。然后这个里面的画风是这样子的。OK， 好。那为了方便呢，你可以跟每一副牌的能量进行好的能量上的连接。那么接下来呢，我会建议你跟我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冥想。好了，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深呼吸。我们来连接一下宇宙的能量，然后呢，让我们一起来问宇宙：宇宙，请你告诉我，这朵飞来的桃花是不是我的真缘呢？请宇宙给我指引，请宇宙给我提点感恩宇宙。好，深呼吸，睁开你的眼睛，看向你面前的这3个不同的塔罗牌组，用你的第一直觉去感应一下哪一副组牌，或者是哪一颗能量宝石，在当下呢跟自己是最有对应、最有连接的。
那因为我们这边呢是一个大众占卜嘛，所以有些朋友如果说在选牌的时候呢，你觉得其中一副牌，然后呢另外一颗能量宝石，同时的呢都吸引到了自己，那么我会建议你两组都听听看，因为在里面呢有可能你会找到和自己相对应或者是有连接的讯息啊。那今天我们在每一副牌里面还是会有一些对应的能量，所以是可以帮助到你的，请大家放轻松选就好了。好的，那如果你已经选好了属于你的牌组，我们就一起来看这朵桃花是不是你的正缘啦。我们待会儿见。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啊，你们呢选的是这个银色的碧玺，放一边。然后呢，我们今天是这个未知塔罗牌啊，我们把它先放一边边。今天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就是第一副牌的朋友，我提前为你们抽到的指引牌能量啊。今天我们一共有3张，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呢是4号牌，讲的是你是无极限的啊，你是无极限的。然后它的这个关键句子呢，就是说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去做的事情啊，你选择怎么样去做你就怎么做，你选择怎么样去成为你就成为谁，是吧？就是给人的感觉很有自由的感觉啊，不被困住，不被限制住。那今天呢，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啊，我们来看到这个能量，我感应到的就是说，因为这是一张能量连接牌嘛，也是我们的指引牌，我感觉到的是第一副牌的朋友啊，在你们的这个关系里，就是你跟你当下想测的这朵桃花啊，这个飞到你身边的桃花，我能够感觉到就是说，可能当前呢，你在一个有一点就是有点冲昏头脑，或者是说也不是冲昏头脑，就是你可能觉得一下子跟这个人发展的会有一点点的快，又或者是说被这个人带着走，就是说你觉得在这段关系里，就是你比较的很强烈的被他影响吧，可以这样讲，就是这个人对你的影响很大。然后呢，也许你当前的这个能量里啊，就是有一点不受自己控制的，就是被这个人的一些东西给吸过去。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可能会遇到这样子的一个人呢，平常你都挺独立的，平常你都挺自主的，就是自己想做什么想干什么，想法当中的行为当中的都是很独立的一个感觉。但有的时候因为喜欢上一个人，或者是遇见了一个很特别的人连接太强烈，突然的一下子就像那个潮起潮落的那个潮汐，就一下子就是遇到了大涨潮你跟这个人一下子就是说不上来为什么，可能也还没有那么的熟，或者是说感觉一见如故，对吧？或者是说觉得自己当前其他的方面都非常的独立，都非常自主，但是就是情感这一块被这个人完全给有点像是被他控制住他是能量非常强烈的一种感觉。或者是说你离这个状况，就是你现在在这样子的感情状况里，你是太投入了，你已经在这个漩涡里面我们所谓的这个漩涡里面，就是你已经掉进去了，非常的主观了，而不是说可以从这个能量的漩涡当中可以有一定的距离有距离的时候呢，看得才清楚，对吧？那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那如果没有距离，就是掉进去的话呢，可能就会非常的主观，失去了客观。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你可能就会觉得有些事情你会很片面的看到一些东西太片面，太过于主观。那么在这样子情况之下呢，我们可以看到宇宙给的能量就是说你是无极限的嘛，也就是说其实你当下的这个状况，你的这种感受是你自己可能就是太过于的进去了。那么你现在需要的是有一点点出来，有一点点就是往上一点，或者是往远一点，你就能够看得更清楚，你就能够重新获得自由，你就能够把自己的力量我觉得是你的 power， 包括你的能量我觉得是重新聚集在自己的手中，不被这个人太多的影响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当前在这个能量里就是有些朋友我觉得是有一点小小的不自信，甚至还有一些朋友呢会有一点小小的自卑，可能这个人是你的比较理想的一个样子他某些方面非常的重你的那个点，那么有的时候可能会对自己说一些有一点消极的话，比方说很怕失去他或者是觉得自己不够好，那么这样子的能量呢，也会把你带进那个漩涡里，让你失去了这种独立的，或者是失去了这种客观的东西。那宇宙当下呢，也是在给你提点，就是你是无极限的。
我觉得这张牌还不能够完全看出这个人究竟是不是你的正缘，只是宇宙当前呢有一点感觉到你需要更多的去拿回你的力量，或者是你需要更多的自信昂扬。你看这个独角兽还有这个女神，它是在一起的，它的这个心脏的地方是2只白色的天鹅，这个爱的能量还是很强烈的。而2个天鹅呢，代表的能量是优雅和高洁，而且是正指我们的内心。所以宇宙是觉得第一次牌碰，你的内心要是优雅和高洁的，你要相信自己我觉得是高洁的灵魂才是最美丽的东西，而不是身外之物。所以不要去打压自己，你要相信你所能够去想象的，你想去做的这个梦一定是能够实现的。OK， 相信自己这第一张牌。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牌嘛，我们就先解到这边。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的2张牌接下来的2张牌呢，是分别对这个关系、对这个桃花分别的一个能量。所以呢，我们今天的先看第一张牌吧，就是这个龙的2元对立这个龙的决斗龙的决斗这张牌，龙的决斗讲的是2个龙相互缠绕，然后呢是你不放过我，我也不放过你。龙本来就很强，2个龙打架大家看过没有这个科幻片动漫2个龙打架是不是很吓人？就是那种天崩地裂呀，然后是那种万物回减就是力量太大嘛。那么今天看到这个龙的决斗我会觉得就是有2股非常强烈的能量在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这个关系里面就是相互的在拉扯相互的在拉扯，也有可能是你的内心世界就是跟这个人之间的能量之间，你内心世界里是2股剧烈的相反的能量在拉扯。也许一边呢你觉得这个人绝对不可以再靠近另外一边的自己就是很想接近他。也许一边的你呢非常相信这个关系是一定可以 OK 结出这个正缘的果实，但是有一边的你呢就是非常的怀疑非常的怕。还有一些朋友呢是爱和恐惧的共存一边爱一边怕一边很想爱，一边又很怕失去怕说错话，怕做错事情，怕失去他。可能你心里在逻辑方面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告诉自己你没有做错事情，你也没有说错话，你做的说的都是对的。但是另外一边的你呢，可能就一直在说自己不应该说那句话，不应该做那件事情，对吧？黑白之间的对立极端之间南北极的对立，因为是2个龙在决斗，决斗就是绝对的相反180度这种对冲能量之间的一个较量，也代表着当前我觉得是第一副牌的朋友在这个状况里面，就是你跟这个人的关系，这个桃花你们2个人之间，我觉得有一点像是十字路口十字路口的能量就是要么往前，要么不往前要么往左，要么往右。那么一旦做出了选择，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地点，就是你能去到的地点，包括你们关系最后的那个结果，就会是天差地别的。所以我能感觉到就是这种矛盾，内心的矛盾，关系当中的一些相互对立和冲突的能量。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有个道德问题今天这个龙的决斗还有一个道德的能量，所以有些事情呢，可能还会跟，比方说道德上，也许某些事情的评判下是不行的，是错误的。但是如果把道德的能量把它放开，也许你会觉得这件事情是你很想做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在法律和道德之间就是有这种相互不太一样的东西也许你的道德或者是你从小到大你的这种OK 价值观、社会观体系里面可能会教你这个能做，这个不能做有些东西可以，有些东西不可以。但是真的这个事情，这个人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可能你就会有一种要打破的感觉，或者是你想打破的感觉。OK， 所以我能够感觉到这种矛盾的能量在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这个桃花矛盾体你跟这个桃花之间，你们是有强烈的矛盾能量存在于这个状况里面的。那么关于这朵桃花，它的能量当前呢是黄蜂我抽到的是黄蜂。那么黄蜂的能量是什么呢？就是黄蜂大家知道又大有毒还危险。OK， 那被黄蜂扎一下那是非常无比剧痛的那么黄蜂的能量是什么？
讲的是有的时候生活是刺痛的，有的时候生活是刺痛的。那也就是说，关于你现在的这个桃花啊，它就像黄蜂的能量一样，因为我抽到就是连接这个桃花 ，OK， 它是黄蜂能量，就是它非常的显眼啊，它绝对是很显眼的。在这个众多的这个风景线里面啊，黄蜂还是马上能够抓住你的眼球，你能看见它。黄蜂呢，现在是给人的感觉是有点怕啊，想躲它，对吧？想躲它。也许当前第一组牌的朋友，也许你想躲这个人啊，躲这个缘分啊，但是可能某些地方我觉得又是被吸引的吧。那黄蜂的能量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他要讲这个能量，他这个能量没有所谓的好坏啊，他就是在告诉我们生活里的一个道理：生活里没有绝对的好，没有绝对的坏。生活里所谓的酸甜苦辣。咸，就是所有的味道啊，都会有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不是说苦的东西就不好，不是说辣的东西也不好，对不对？现在其实我们现代人啊，反而对这种味觉的东西更大的包容，什么味道好像都可以接受一点，酸味也很好，是不是？不一定就甜吧，对吧？有的时候甜的味道可能你根本就不喜欢，而且甜吃多了可能一点也不健康，是吧？就是这个道理啊，就是这个道理。那么如同你现在呢遇到的这个人，这朵桃花。宇宙讲的是生命任何的能量，任何出现有缘的人都是有目的有意义的，它将带领你，我觉得是走向一个更好的将来。那么所谓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这个刺痛，它是有必要的。大自然当中因为有了黄蜂，所以呢昆虫的数量得以控制，所以植物才得以生长。那么在大自然当中，这是一个循环循环体，它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平衡的状态。那如同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人的出现，我想他一定带给了你一些什么。比方说第一副牌的朋友，也许这个人带给了你刺激；比方说第一副牌的朋友，这个人带给了你生命当中的一组活力、火气。这个人也许带给了你兴奋，这个人也许让你有一种很想改变自己，很想去抓住点什么的那种动力。又或者是说，这个人在你平静的生活当中掀起了一番风浪。风雨，也许你想走，但是呢，可能你的灵性当中的一些东西又很想去经历，矛盾嘛，对不对？矛盾体啊，所以这是黄蜂。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塔罗牌。今天这个能量挺有意思的，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这个人跟你之间一定是很特别的一种存在关系啊，你们两个人之间矛盾你们两个人能量之间矛盾，但是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宇宙真的强调这个能量疼痛或者是说有一点不受控制，又或者是相互之间还在掐两个人也有可能是两个人还掐。好，第一个我们这个上面这张牌是什么呢？金币8的一个逆位你们两个人之间金币8的逆位，我们看到的是蜘蛛在结网，它的网上有8个金币正手八方，也有可能代表的是它已经在它的这种能量当中结出了很多很多的果实了。但是当前的金币8是一个逆位的逆位的金币8，我看到是首先把这个关系像蜘蛛结的网在捕猎一样第一副牌的朋友，也许你是结网的蜘蛛，它是你的猎物，也有可能你是它结出的蛛网当中的猎物之一。我觉得这边我能感觉到有一些朋友这边我感觉有一股力量，就是你被吸引住，你被这个东西吸引住，然后你想往前飞，但是我会感觉到有一部分朋友就是你有很强烈的一种意识或者是你的灵性在告诉你小心刺痛，小心疼，小心走不了，小心被捕，小心被困，对吧？这个东西不是说具体的东西，我觉得是一种情感当中的，或者是精神当中的。也许这个人他是可以控制你的，或者是说你可以控制他也有可能你可以控制他，是不是好，然后呢，金币8，然后我们这边是逆位的，我感觉到了一种能量，就是说追逃，对，追逃，但是呢，这边的猎人和猎物之间的能量关系是有兑换的可能的 ，OK， 就是说有的时候也许看起来你是猎物，他是猎人，他在猎你，但是呢，金币8的逆位，我感受到的是
在这种不经意的过程当中，反而你们两个人的位置对调和兑换。因为有的时候啊，看起来好像有心计的，有这种有谋略的人呢是猎人，但是那个用真心的认真的人反而最后是捕获那个人的真心，对吧？所以这个猎人和猎物的关系啊，在感情里有的时候是会被调过来的啊，是被调过来的。所以就是不玩游戏嘛，我们就是真心换真心啊，不玩游戏真心换真心。可是呢，那有些人他是也许习惯以这种方式开始，对吧？也许他是习惯以这种方式开始。所以我今天就是感觉到这种被捕，但是未必是你捕我，也许是我捕你，这就是金米爸告诉我的信息。啊，这是第一个。好，我们再来第二个。好，愚人牌的逆位啊，愚人牌的逆位。在这个能量里啊，愚人牌的逆位呢，我听到的几个信息是两个啊，有两个。第一个呢是这段关系当中有一个人在感情当中是非常单纯的，非常的天真无邪，但是呢，在天真无邪里面他是有智慧的啊。我们这边的这个占卜的这个情感的主题，我都是放18岁之上，对吧？就是成人啊，也就是说，在这个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已经有一定的阅历，人生阅历，我们是有知识、有文化的，有这个对生命的理解的。尤其是听塔罗牌的朋友，可能在精神世界当中有更高的一种追求，不仅仅局限于物质世界，对吧？那么在两个人的关系当中，有的时候可能是，比方说喜欢，有的时候可能是一种激情啊，非常的这种耀眼的感觉。但有的时候呢，在这之后，还会有对于这种真心的渴望啊。那么在你的世界当中，如果你认为真心是非常珍贵的，感情真情是很珍贵的，那么其实在你的能量磁场当中非常容易吸引到的和你一样的人，和你相似的人。但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保护颜色，或者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保护罩，是不是？那么每个人呢，这种保护的颜色和保护罩，它的这种样子不同，厚度不同，方式也不一样。可是呢，在这个能量里面，我能够感觉到的是一种对于这种纯真的追寻，但是这个东西很难，因为现在是一个逆位的，所以就是这个能量在告诉我，第一个就是有一些朋友，你们现在的这个桃花，有可能对方是一个看起来有点玩的感觉，或者是说他让你有这种危险恋人的这种警告，但是呢，又会有真心时而被暴露了出来啊，又会有真心时而被暴露出来，又或者是第一副牌的梦，你想真心，对方也能感觉得到，而且他还能感觉到你是一个值得真心的人，对吧？那么人是会变的。我们在讲什么是灵魂伴侣的关系，就是说大家彼此之间激发出的是每一个人最好的那个自己，但是呢，也有一些关系激发的是每一个人最邪恶的那一面，是不是？所以呢，就是我们在塔罗牌里面既有这种灵魂伴侣的恋人牌啊，也会有这种恶魔的能量，是不是？所以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子啊。那回到我们今天的这组能量里，第一副牌的朋友，这个愚人牌我看到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那种天真无邪嘛。我感觉到有一个人在这段关系里应该是很想去，就是很纯真的，很纯粹的啊，去爱啊，没有那么多的物质的条件的社会的一些东西。OK， 渴望真情。那么第二个能量愚人牌，我刚才听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有关于新的开始。你们两个人啊，就是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就是有一部分吧，我们今天是大众嘛，我能感觉到有一部分的朋友，你们两个人的结缘，或者是你们两个人刚开始的那个方式是有一点打破传统的，甚至有一些朋友是非道德的，因为这里有 morality， 有道德能量啊，也许是在道德的这个边界线有一点这个感觉，又或者是说你们两个人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大家都不是很认真的，大家都只是说 OK， 我们只是两个人认识一下，没有太多的这种想去往什么什么关系去发展这种概念，或者是也没有提前预设这种条件和要求。那么当两个人走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可能有一个人更加的想去
往另外一个方向去走，因为他的这个愚人牌是有全新开始的能量，但是全新的开始当前是一个逆位的，所以这段关系呢，我觉得是有它的阶段性。第一个阶段里面，在你们刚刚认识和你们现在来看塔罗牌，我觉得这就是你们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面，也许有一部分的朋友，你跟他的关系里存在一些被误会，但是又不能够去纠正的状况。也许你在用一种就是有点像是你在用一种隐藏的方式跟他相处，或者是他也在用一个戴着面具的方式跟你相处。就是我们在讲，可能他就是有人设就是把自己包装成某种样子，他也把他包装成某种样子。可是呢，你们两个人可能都在渴望着一个更加真实的样子，更加本来面目的样子去连接，但是呢，可能害怕你看这个龙的决斗，一边呢可能是无所谓，一边可能是很随意的、很轻松的，不会有太多压力的，但是另外一边呢，可能是想认真的，想要真正的这种陪伴的，这段感情是有分量的，是有真正价值的愚人牌的一个逆位，所以我觉得这边是有真的很强的矛盾体能量好，我们再往下。好，今天就这样子的2张牌，我们还有3张来看一下。今天这3张牌，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好，权杖皇后的一个逆位，这是第一个。然后呢，又出了一个力量牌力量牌，今天还逆位真的多呀。然后最后一个出来的呢，隐藏在里面的是圣杯8的一个逆位。先来感应一下圣杯8吧这个圣杯8的能量好强烈这个牌呢在告诉我在这段关系里有一个人想走有一个人想走，但是呢又不舍得走想把这段情放下，但是呢又有点不甘心吧。OK， 那这个人有可能是你呀，第一副牌的朋友，也有可能是他。你们2个人当前呢，有可能第一种情况是你们的生命当中的一个人生总体规划，现在呢不在同一个时间轴线上。就好比，也许第一组牌的朋友，你现在想找人生伴侣、灵魂伴侣，对方呢可能还只是在人生探索阶段，或者是他现在想要去关注的人生重要的事情人生大事呢是他的事业、金钱和他的生活基本所需。而你呢，可能已经来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情况，所以你现在更加想要去追寻的呢，是你的这个情感人生的伴侣所以这一点上，可能你们2个人是不太一致的。第二个呢，我听到的是圣杯8的逆位嘛，就是这个人呢，就是你现在想测的这朵桃花，它本身呢，可能就是我刚才看到的黄蜂能量，它的能量是让人觉得很刺激的，但是却很刺痛的。它也许搅动起了你生活当中的一个很平静的湖面，但是它的所谓的这个缘分的这个价值，或者是它来到你生命本身的意义，也许并非是长长久久，也许它来到你生命当中本身的价值就是让你成长。我刚才讲过黄蜂它能够控制昆虫的数量，而昆虫数量得以控制，才能使植物真正的长好，要不然那个昆虫太多，那植物都吃完了，它怎么长呢？对不对？那如果第一副牌的朋友类比于你是这个植物的话，那么这个人可能他来到你的生命当中，第一个他是来帮你，比方说看清楚，也许你在感情方面其实你需要某一种能量，这个能量是这个黄蜂有的。比方说你其实并不喜欢太过于死板的，或者是太过于传统的恋人，也许你喜欢那种能够真正刺激你心的，能够真正让你能够兴奋的一种恋人，哪怕这个人是有一点危险，有一点非主流的，但是其实你是喜欢的。有的时候我们需要通过一些能量来让自己知道自己究竟适合什么我们刚才还是那个例子各种各样的口味，各种各样的风味，有些人口味就是重，他觉得很好吃，他觉得很香，有些人口味就是清淡不能多一点盐，不能多一点味道，多一点都受不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啊，这个黄蜂的能量来到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这个生命当中，或者是你的当下生活啊，也许它的目的、它的价值、它的意义，就是宇宙希望你能够懂得。也许你适合的东西是另外的一种，或者是你还需要在这个之上，你之前的理解是 OK， 你需要这样这样这样，但是这个人来了以后，你发现哦，原来我还需要这个，难怪之前那些人都不能够真正的走很久，难怪那些人都不能真正的让自己动心，难怪那些人最后还是离开。或者是你离开，对吧？它是有价值的呀。那么这个是黄蜂。那么当你看到这个能量的时候，我们把黄蜂跟圣杯八连在一起啊，那也许这个人让你看到的是你现在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在讲你可能只能看到一个方面，之前现在你能看到2个方面，之前你能看到3个方面，现在你能看到5个方面，你就能懂得更多，你就能知道更多。那么这个人已经OK，它的价值已经停在这里，它已经结束了。因为你不是要寻找刺痛嘛，对不对？第一副牌朋友，你要寻找的是你的正缘。那么这个人，也许他只是告诉你，你的正缘并非很素的、很淡的，也许你的正缘是一个重口味，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哦。那么你就知道 OK， 其实你可以去挑战一些，或者是你跟那样子的能量的人可能更加的连接紧密，你更喜欢。那么这个人就需要离开了，舍不得，但是他得走啊。因为只有把这个对的位置空出来留给对的人，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呀。他不能占着这个位置啊，对吧？所以我觉得是圣杯八。那么如果是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那么这个人可能就我们在讲他是正缘吗？还是不是正缘？我觉得可能就非吧，就是否定能量会强大，会多一点会多一点。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力量牌力量牌这个能量呢，其实给我的感觉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我第一个感觉到的这个力量还是有关于火吧。就是这个人是一个有点危险的热烈的情人，他自带的火元素能量挺强的啊。这边其实是有狮子座有狮子座，有这个比方说我们这边火元素的狮子座、射手座、白羊座，非常的激烈的一种感觉非常激烈的一种感觉。我觉得火元素吧，或者是风象元素我觉得火元素会更多，它会给你带来的这种热烈的东西很多。但是我觉得在力量牌里面逆位的嘛，这个无限可能的能量又被压下来了。因为我今天看到是什么？你是无限可能，宇宙说你是无限可能，你只要去想的，你只要想去得到的，而且你一定能得到。而且生命当中有很多种无极限种打开方式。这个人我觉得他对应到了你的某几个点，但是他可能有1个点或者是2个点特别不符合你的要求第一副牌的朋友，力量牌逆位的，我觉得是这个人一定是有一些东西让你看到了希望，或者是他的意义就是让你看到希望，但是你又能看到这个人一个你完全不能接受的东西，所以无极限是逆位。他带给你的是你生活当中的火元素，让你去热烈，让你去热爱，让你去有这个热情，可是他却不是跟你长长久久走下去的人。力量牌的逆位。最后一张牌，这个是权杖母亲的逆位，其实就是我们在讲权杖皇后嘛，是不是我觉得这个人有一点霸道，给我的能量他是有点霸道的我现在连接到他的能量，我觉得他在你的生命当中，就是人跟人之间就是我们在讲一物降一物，我觉得他在你的能量里面他比较霸道，或者是他很强势 OK， 或者是他的那种保护欲让你窒息，让你觉得非常的被限制被困住的感觉。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因为这个火元素的皇后它其实也是火元素，都是在讲希望和未来嘛，就觉得这个所谓的这个燃烧太过于的猛烈，太过于的过了要么就是要么就是完全不够，要么就是够了，要么就是完全不够。但是通过这个黄蜂的能量，我还是会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还是过了的能量会更多。这个人过了太多了，那么太多了或者是过了，就会让你觉得很辛苦，就会让你觉得很疲累，或者是会让你觉得很窒息大家想一想，大火熊熊燃烧是什么样子的感觉？那么这个火是大火熊熊燃烧，就是很容易就是结束。所以火的能量就是要可控，火是很好很好的元素，很好很好的能量，但是火元素一定要可控。
否则这个火就会变成毁灭性的，对不对？所以你看啊，我们这火元素的一个母亲的能量的逆位，我觉得这个人他的这种热爱，他的热烈，或者是他的一种方式，对于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当前的这个人生来讲的话，我觉得是匹配度不够高啊，匹配度不够高。所以说啊，我们看到了这个所谓的将来，可能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自己心里也有这种感觉，你可能觉得当下是美好的，你觉得当下呢是很舒服的，你觉得这个东西它只能持续一段时间，你是不可能在里面一直待下去的，你自己心里可能都知道，都清楚。但是呢，什么时候才是头呢？什么时候才是结束呢？什么时候才是真正的那个陪伴永久呢？也许这才是你们心中真正的一个想去问的东西啊！当然了，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今天就是要看这个人，这朵桃花它是不是你的正缘，对吧？所以呢，这是我们今天啊对于这个能量啊，来自宇宙的一个连接，来自宇宙呢给你的一个重要指引。那么希望第一副牌的朋友呢，请你们相信啊，你是无极限的。这个局面有很多种，成千上万种，无数种打开方式。那么最后走哪一个方式，最后成为什么样子，是你心里的那个决定。两条龙相互的对抗，不分高下，不分你我。那么你去愿意让哪个龙赢，你去愿意让哪个方向就是注入你的能量，哪个龙就会赢，哪个方向就会得以发展。所以最后的主动权，最后的决定权，其实还是在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自己的手中。好了，那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所有的信息，希望第一副牌的朋友祝你们好运哦。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啦，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二副牌子的朋友，你们呢选的是这一颗东陵石。好，我把它放一边。今天呢我们要来连接的啊是有关于这个能量的验证，关于你喜欢的这个人，或者是目前来到你生活的这一朵桃花能量啊，我们来看这个人呢他究竟是不是你的正缘。那我们今天呢在抽塔罗牌之前，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副牌的朋友，今天我为你们连接的指引牌。首先呢，这个第二组牌的朋友啊，我为你们连接到的能量呢是有耐心啊，今天的能量是有耐心。在耐心的能量之中呢，一定就是等待了，对不对？所以有一些事情，当前在你跟他的这个关系里面，可能是你在等待，或者是他也在等待，你们两个人在跟时间的能量啊做一个赛跑，或者是说时间的能量当前呢，可能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宇宙对于显化，宇宙对于一个结果，就像大自然当中开花结果，它有它自己的一个自然的规律和时间。但是呢，在我们的心里，越好的东西，可能我们越希望它能够早点到来，是吧？这个东西我们都是天性啊，非常好的一个能量。可是呢，就是虽然是天性，但是我们也要去遵循自然的法则。那么在你跟他的感情关系当中，我也觉得是有这种自然的这种进度表，感觉是这种状况。那么在这个你们关系的发展时间的进度表里面，我会觉得当前呢跟你想象的，跟你心里的这个时间线是有时间错位的。所以当前呢，我们看第二个牌的朋友，有些事情就是你跟他之间的关系，有些事情还没有发生，或者是说有些话语还没有到达说出来的时候，又或者是说有些交代还在等待一个时机。那么也许你现在没有办法给他交代，或者是他现在没有办法给你交代。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这个能量里我们今天也是去帮你做这个验证帮你去做这个检测嘛。我会觉得这个人跟你之间的连结，其实我觉得还是蛮有希望的。因为如果你跟这个人没有任何的希望的话，宇宙不会让你耐心，不会让你去等，对不对？当然了，有的时候可能等也是需要你去经过时间的这种孕育，也许你看到的就是这个果实究竟是不是自己想要的嘛，对吧？那结出来的是正缘的果实，当然好。那如果这个结出来的果实不是正缘，那么可能也是那个时候你才能决断的，而当下看不出来，或者是有些东西现在是没有办法去判断的很清楚的
这个是我觉得跟时间有关的一个信息。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我们看到 love is patient and kind always。好，第二个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关于这个能量呢，我们的后方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小女孩她坐在莲花里，看向那个莲花，就是很出淤泥嘛，出淤泥不染，但是后方反而让我就是一直去被这个能量吸引，就是它的后方有几处水源。大家可以看到吗？后方有几处山泉源源不断的呢。你看这个是主流汇入了这个大河或者是这个大海，说明什么呢？说明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除了耐心之外就像是一个很错综复杂的事件交错连接。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当前是错综复杂的，在错综复杂的能量里包含着其他方面的外在因素对你对他的分别影响，最后是影响你们的关系发展。OK， 也就是说你看1、2、3、4、5、6，有6条水线有的很小，有的很主流有主流线，有分流，就是大大小小的事情错综复杂的一起在推进你们两个人的关系进程，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在对你们的这个缘分打开做贡献。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二次牌的朋友，除了这个耐心是时间呢，我觉得也有一个耐心是对于错综复杂的人错综复杂的事我觉得是允许他们的相互作用。有一个能量挺有意思，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人世间没有任何的一件事情是白费，没有任何一个努力是白费，没有任何一个学习是白费，只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东西它不是直接关联。你学了数学你就一定当数学家吗？未必吧，是不是？你跟这个人做朋友就一定要是只做朋友吗？也不一定吧。你跟这个人相亲难道最后只能是恋爱对象吗？有可能相亲对象就是你的一个哥们儿或者是一个姐妹，最后发展成是吧？那但是有这个缘见面都是缘，都是好的缘。我觉得一切的发生都有它的一个属于它的打开方式，但是这个东西我们不能去强行的推进，也不能够去强行的扭转，要让它顺其自然的发生。我觉得是允许的伟大能量第二组牌的朋友，我觉得当前就是这个耐心是允许所有一切的发生，在你的心里要有这个纯真的小孩，就跟他一样，就是你要知道的是用优雅的这种出淤泥而不染莲花的这种高洁，或者是莲花的这种优雅这种姿态来面对生活里的黑白灰不仅仅是彩色的黑白灰，坏事不一定是坏事，好事也不一定就一定是好事，你要允许他们的弯弯转转，但是你要相信，就是无论它怎么弯，无论它怎么转，最后一定是有利于你的，因为宇宙会保护你第二组牌宇宙会让你最后的那个结果出现，因为那是你的心愿，是不是？好，这个我们第一张牌讲的还挺多的，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一张牌耐心。OK， 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第二次，就是我连的2个能量这2张牌是分别有对应的。首先呢，第一张指引牌是梦想家，第2张牌呢是夜莺梦想家这张牌呢讲的是有关于你们现在的，就是你跟他这个桃花，你想测的这个人你们的关系状况是怎么回事？那么这里你们的这个能量的连接是什么？这个缘是怎么回事那我看到是梦想家。梦想家呢讲的是什么呢？就在讲你的梦 OK， 宇宙其实是有听见。那这个梦呢，可能是你对于这个人，或者是你对于这段感情，你对于自己的情感生活，一定是已经向宇宙下订单了的。那宇宙在这张牌里面首先想告诉你的就是说 OK， 你跟我说的那一个心愿你跟我讲那个秘密我听见了宇宙说我会想方设法想办法帮你实现它。所以第一个能量就是这个，因为这个 Dream Worker 它其实也是一个指导灵，他就想告诉你，就是说你有这个梦很好你是一个有梦的人，那么宇宙就会派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梦想实现的这个指导灵来帮助你。这个就是我们的牌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信息。第二个呢，就是这个
它讲的是集体向善，集体向好嘛。我觉得当前的宇宙对于整个我们的地球或者是对我们的这个当下的水平时代就是我们整个人类它一定是有它的规划的。而第二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在这个宇宙集体的很大很大的蓝图里就是你是一个很特别很独立的存在。我觉得当前我觉得有一个能量，就是宇宙希望你能够知道其实你的梦，你的这个所谓的小梦，它对于宇宙的这个大的梦，我们集体意识是很关键很重要的。你的小梦其实就是为了成就大梦而存在的。所以你看第二副牌的朋友，如果你的小梦可能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有一颗善良的心，自己能够做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灵魂，那么你的这个心愿你的这个心思，你的这个心愿，你这个想法，其实已经在和宇宙的大的规划和蓝图完全统一和契合了。哪怕这个心愿呢当前你看的话，它只是在情感当中去一种显化，一个显化，但是宇宙都知道他想要去把它给变出来，因为他帮你实现了，他也在实现他自己的伟大的蓝图。所以我觉得当前还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就是那种助力或者是一种运势我觉得是在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这边的恭喜你们那么第三个呢，这张牌讲的是什么？走出幻境。因为我们这边有个 illusions走出幻境，走出错觉走出幻境，走出错觉。那么当前呢，在这个牌里面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当中有一坨云，或者是有一个烟雾弹的感觉。你们现在其实都还没有真正的能够看懂这个关系，这个人究竟是怎么回事。第一种情况呢，是可能当前来测的这个就是这个选的这组牌的朋友也许你们跟这个人关系还尚浅，但是你又很想知道，提前预设或者是提前预判吧。第二个呢，就是还有一些朋友，我觉得这个关系的打开，它存在很多层面，像莲花一样，一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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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到最中心，你居然能够看到莲子和莲蓬，对吧？美丽的花朵里面还住着一个莲蓬，莲蓬上面还有一个美丽的小精灵，一层一层一层，一点一点的向内，向中心，向核心去靠拢，那才是真相我觉得是表面也是真相，但里面也是真相。所以我觉得这个关系就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选的这个桃花，或者是飞到你身边的这个桃花，我觉得你们两个人还有很多的故事要发生，你们两个人还有很多的路要一起走，一起看，一起去体会。对，所以是我觉得是在这种信仰当中，因为我今天看到莲花，我看到很多事情在同时发生。这个人呢，感情当中跟你是有连结，但是也许你们两个人是有更多的连结，因为是很多事情在一起发生。你来看的是感情，但是这个人可能跟你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这种千丝万缕是不仅仅是情感，可能还是你的，比方他还是你的朋友他是你的这个知音，他可能还是你的老师，他可能还是你的这个学生，他可能还是你的这种心灵的一个滋养者。就是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的身份和这个关系，它是有层面的，有层级的，而且是层层递进，层层叠加这个就是我当前在这个牌里面看到这个关系然后最后呢，是关于你们的这朵桃花，我想抽一张牌来看它的能量是什么就是这个人，如果我们一定给他一个能量，那么这个人的能量对于你来讲是什么呢？那么我今天抽到的是夜莺。夜莺他所歌唱的是有关于爱，有关于希望希望本身就是爱。夜莺是什么呢？就是他的那个叫声，他一叫就代表着黎明要来了。但是所谓的夜莺，就是它是在晚上叫的一种鸟，对吧？所以你看第二组牌的朋友，我们今天去看这个能量，我觉得今天的能量不属于非黑即白，而是在讲由黑转白，或者是由黑慢慢的向光明去进发的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它有点像是 threshold， 就是那种临界点。夜莺它是象征着黎明，可它却身站在黑暗，它是在晚上啼叫的一种小鸟，对吧？它歌唱。所以我觉得这个能量里大家可以感觉到嘛，就是这个人他在跟你之间的连接里，也许你能看到这个人的黑暗面，或者是这个人能看到你的黑暗面这个黑暗面大家不用担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
而且越光亮的地方，影子也会越强。所以我们每个人啊，就是所谓的能量，其实并不分所谓的好坏，无论是阴暗面还是所谓的阳光面，无论是潜意识还有显意识，就是它的这个能量不存在好的还是不好的，善的或者是恶的，只是看我们怎么样去发展，我们的这个初心是什么。所以我看到这个能量呢，我就觉得夜莺啊，关于你们想要去测的这朵桃花呢，它有它自己我觉得是本来属性当中的黑暗，但是在这种黑暗当中，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一定能看到关于这个人身上的闪光点，你们一定能看到这个人他能够带给你的生活里面的闪光点，而这些所谓的闪光点就有点像是预兆，你能感觉到希望，你能感觉到会变好，将变好，可以变得更好的这种潜力。所以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这个人比较像一个潜力股比较像一个潜力股，这个桃花。好，然后呢，我们看最后这张牌呢，我会觉得它有一种，就是宇宙也想告诉你嘛，就是说什么叫夜莺什么叫夜莺？它最后给了一个字嘛，就是这个关键字，它解释是说爱无处不在。什么叫爱无处不在呢？就是我们需要去感受它。空气当中有爱，你能感受到吗？你可能有的时候，大多数的时候都感觉不到。那我们就需要去有这种觉知 awareness， 我们要去细心，我们要打开打就像那个开关，开的是哪个眼睛？不是我们的外面的眼睛，是心里面的那个眼睛，是你的心眼。你要打开这个眼睛，你要能真正的用心去体会。也许光明，也许这个我们在讲的黎明，对不对？它就在明天，因为它讲的就是晚上的时候唱，然后第二天就代表着第二天就来到了，然后呢这个黎明，对吧，象征着白天白昼的降临，希望和好运就要来了。所以我觉得你看第二组牌的朋友，在这个人的身上一定是有很多很多的潜力的，也许你也能够感觉得到，是吧？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了，这朵飞来的桃花是不是你的正缘呢？我们来看塔罗牌。感恩宇宙。好，第一张牌灵感4，这个也是我们的火元素4这张牌呢让我听到的是多方能量在同时的去进行，一起在显化一个完美的大结局，或者是一起在显化出一个完美的大篇幅的人人都开心的一个局面。灵感4看起来呢很近，实则呢是很光亮的，在用真正的内心世界的一种爱，在用内心世界的一种热情或者是勇敢 OK， 在我觉得是突破重围，或者是去连接更高级的那种智慧去连接我们更高的更大的那个梦想，这个是灵感4。那么这张牌呢还有一个能量，就是在讲所谓的这个灵感4火元素的嘛，它也有在讲活动，它也有在讲里程碑，它也有在讲从这个地方走进去就是另外的一番天地，那个天地是你一路过来可能经历过一些变化呀，经历过一些冲动经历过一些变故但是却能够来到一个相对稳定的地方，停脚，歇一歇，看一看美景吃一吃好吃的食物，品一品美酒，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我觉得当前呢，我能觉得就说第二组牌的朋友第一个我们刚才看这个人是潜力股，第二个呢你们两个人有很多美好的东西。我觉得当前呢，也许你们经历过一部分，但是我觉得还会有更多就像是一个更多更大的或者是更广的一个很丰盛的一个东西，一个能量磁场在等着你们一起走进去。而且走进去的地方，我能感觉到的是不仅仅有你和他，可能还会有别的人在里面。这个别的人大家不用担心不是什么第三方第三者不是，可能是你们共同的朋友可能是你们爱的，比方说小孩可能是父母亲
是这种就是带有很多爱、带有很多祝福的这样子的一个亲友团啊，可能也在你们两个人的未来啊，是这样子的一个灵感4。好，再来。好，第2张牌呢是物质10，这张牌讲的是生命之树啊。生命之树呢是一个非常有灵性的能量，它讲的是这个生命之树啊，根系连接的是我们的土地最里面，那么它的这个强大的根系能够铸就这个生命之树茂密繁盛的去成长，长到哪里呢？长到天堂。所以生命之树也是我们人界和天界的一个阶梯。那么在生命之树里面啊，你可以在里面休息，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保护伞，你也可以通过这个生命之树爬到天堂上去看一看天上的风景啊，跟这个所谓的指导灵去连接。所以你看，我们出现了一个物质元素10啊，物质10，我们能够感觉到这个关系，你跟他之间能够在牌里面就是生命之树，它能够很茁壮，它能够很稳定，很稳定。这个根系它是需要成长的。如果当前第2副牌的朋友啊，我看一下，对，耐心嘛，这个耐心有可能就指的是你跟他之间的这个连接，所谓的生命之树，它需要长出强大的根系，才能够直通天堂。意思就是说，它只有稳基础打牢了，你们的关系才能走得长，才能走得远，才能够最接近那个理想的幸福，那个彼岸，对吧？所以你要允许它的根系去成长。那么所谓的根系成长，是你们两个人关系的感情基础，是你们两个人心心相惜、心心相印的确定，是你们在共同的生命、共同面对一些事情、共同去创造美好回忆，这些多方面的能量，还包括外方势力一起铸就和推进你们两个人去把这个根系长好，然后就是往上涨，对吧？往前涨。我们还可以看到在生命之树下面就是有很多这种人手牵手，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庭。第2组牌的朋友，你跟他之间可能会往家庭方向去走，包括这个火元素4物质元素10，它是非常在双重的肯定你们两个人的这种缘分很深，不仅仅是感情当中的，因为今天看桃花能量嘛，这个桃花，但是我觉得这个桃花能够在生命之树上开出来，说明这个桃花很重要，是你生命当中一朵很珍贵的桃花然后呢，你们两个人还会，我觉得是有更多的家庭成员加入你们的情感世界，围绕着你们所创造出来的生命之树去载歌载舞。而且在生命之树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的玫瑰，它象征着丰盛和繁荣。那你们两个人的连接可能还会是你们单独，或者是你们两个人一起，比方说财富变得更加的富有或者是让你们两个人资源得到更大的一种扩张能够让你们的比方说意识，或者是让你们的这种知道的这个世界能够更宽广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对吧？1+1大于2的效果。 OK， 物质元素10。好，然后呢，我们看到的这张牌呢是风元素7，这张牌呢有一点就是所谓的两面性这张牌讲的是两面性。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风元素7是正位的，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很阳光的一面但是呢，在风元素7这边，很明显它还有第2面，这个影子呢可能是有一点我们刚才讲这个黑暗面，可能它是有这种缺点的，可能每个人有这种不好的时候，那么所谓的缺点每个人都有，有些人呢他会把缺点让你看见，有些人呢他会无限的隐藏，包装自己，隐藏自己。有的时候其实知道所谓的这个缺点，无论是你知道别人的缺点，还是说别人知道你的缺点，我觉得都是一种很深的缘分。因为有很多时候尤其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可能都是在尽量的去完美
而且呢，在不熟的人面前，或者是在缘分不够深，不够信任的人的面前呢，就不想去把缺点暴露出来，然后可能也对别人的缺点就是没有兴趣。但是我今天看到呢，就是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缺点，它不是真正的缺点，我觉得它是一个人性当中很自然的一个部分。比方说第二组牌的朋友，也许这个人他脾气不好，比方说这个人他可能做事情做决断的时候有一点犹豫，因为我今天看到了这个耐心，他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或者是他做事情的方式比较的缓慢，他是属于谨慎型。但是也许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是属于就是很凭自己的那种感觉可能会很爱得很热烈或者是说你们更快速。那么这种所谓的不同，它也不能够叫缺点，对不对？它只是说本来你们两个人就不是一个人，你们有两个不同的大脑，有两个不同的心脏，你们想事情你们去看待问题就是会角度不同。如果你把它当缺点，你们两个人就没有那么深的缘分了。只有你把这个所谓的不同不把它当缺点，而是去当做另外一面的自己，一个我们所谓的地球的灵魂，它会看待事情不同，你把这个当做你自己的另外一面，就好像你多出了一个大脑，多长出了一颗心脏，这是不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啊？所以两个人的关系的连接，如果真的是连接的很好的话，真的是会让我们的生命好像都多出来的一部分，多了一双眼睛帮我们去看这个世界，多了一颗心帮我们去感受爱变多了，是吧？多了一个肩膀让我们去可以依靠，多了一双温柔的手可以让我们去牵起，所以这是一件好事情。那么宝剑七的这个所谓的正位的宝剑七，我觉得是在不完美之下的完美显现。没有什么东西其实是什么隐藏，而且有的时候所谓的这个缺点不足也许你看见了也许你看见了，或者是你的缺点他也看见了。可是所谓的缺点也是针对于人的，就是你身上的缺点对于他来讲是缺点，对于这个你想测的桃花，也许他觉得很可爱。那么他身上的这个缺点和不足，也许他觉得不好，可是在你的眼中呢，也许你觉得这正好是你需要的一种能量，或者是你需要的一种人生智慧。所以就是正缘什么叫正缘？就是刚刚好的匹配。说的通俗一点，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刚刚好，那个萝卜能放到那个坑里面去。两个人就是看对了眼，两个人就是合适，特别合适。好和不好都是相对的，合适的就是最好的，对吧？那双鞋，那只脚，两个人就是特别舒服。好，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宝剑七，风元素七。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牌是什么。好，那我现在抽到的呢是这个缪斯了现在我抽到缪斯了。这个缪斯呢是物质元素的缪斯，跟我们刚才看到这个物质元素石呢是同一个元素，同一个家族里的。我们可以看到在你和这个想测的正缘的能量当中，你们两个人走入的是一种更大的世界你可以看到这张牌，这个缪斯，就这个女生她是在过这个桥，就很有仪式感。这个桥就如同你们关系的一个过程阶段，你需要有耐心。其实每一步都是很美的，每一步都其实很重要。你们在一起连接，你们在一起认识，你们在一起去确认，你们走入的是一个新世界。这个新世界里面呢，我们看到是生命之树。也就是说第二组牌的朋友，你在跟你的这朵桃花一起建立你们的共同未来生活。现在你是一个人，等你们两个人走到一起，就变成是两个人，就两个人变成了一个人，或者是两个人的关系变成了一个整体能量。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境界。那么这张牌讲的是完完全全能够掌握，完完全全能够去理解这种我们所谓土元素的根系的感觉。你们两个人是建立稳定的基础稳定的基础。所以你看我们讲到这个地方，我会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感觉得到第二组牌的朋友，这朵桃花我觉得它是真的很有正缘的能量因为我们这边是当占卜嘛，我也不能说100%了，但是呢我是觉得
正缘的能量很强烈啊，非常的强烈。我们这边有这张牌啊，火元素4呢，是我们传统塔罗牌里的权杖4，它会有很强烈的仪式感。这个仪式感加上这个是土元素10金币10，家庭的仪式感，走入家庭的仪式感就是我们的婚礼，对吧？就是这个组建家庭。而这张牌呢，又是一个国王的能量，缪斯就是国王，它是最高的土元素的一个表达，也就是在我们的地球，在我们的这个3D 世界里面，你们将落叶生根，你们将扎扎实实的连接到一起，成为彼此的家人。最后一张牌，哇，又是一个缪斯牌呀！好了，最后的缪斯牌呢是风象元素的缪斯牌。风象元素的缪斯牌啊，这个是起舞动啊，舞动。声音元素呢，代表的是我们的沟通、交流、思想、收集信息、传递信息。那么也就是说啊，其实第2组牌的朋友，你们想测的这朵桃花，它会让你们的意识层级，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最强大脑，它会让你想事情更加的全面，或者是说它会让你在人生的这个物质世界嘛，在人生的这个舞台里面，我觉得是过得更加的轻松和高昂。因为我们去看这个物质元素缪斯的时候呢，是一种稳定的走入新世界，走入一个就像是一个仪式感啊。我们有了这个人生伴侣，我们有了这个有牵绊的家人朋友，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而这个人带给你的不仅仅如此，这朵桃花还将会带给你自由。好的婚姻啊，好的婚姻不仅仅是责任之间的捆绑，好的婚姻是相互的成就，就是你想做什么，这个人支持你，他想做什么，你也支持他。这种相互支持、相互体谅，思想当中的这种同频共振，会让你们在这个婚姻里，或者是在这个感情当中，不仅仅有相互交叉连接的部分，也会给彼此呼吸的空间。相互，我觉得是一种可以自己去拿主意，可以自己去想事情的自由和独立，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但是我觉得第2组牌的朋友，我看到你们2个人是能做到的，能做到。那么这个能做到呢，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就在乎这个人的两面性。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我感觉到就是第2组牌的朋友，你们现在想测的这朵桃花，它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有很多层面的一个灵魂。这个人不仅仅他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 channel 的这个能量，就是他身上的这个能量不仅仅是绝对的光明，那种像圣人一样那么好，没有那么夸张。这个人是一个我们在平常的语言就讲他是个凡人。什么叫凡人？他有非常厉害的地方，他能带给你希望，他能带给你这种很好的东西。但是这个人有缺点，这个人有不足，这个人可能有脾气，这个人可能有阴暗面，他也会有很烦的时候，他可能也会有的时候做事方法、说话、判断跟你是完全不同的节奏。但是正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另外一面，甚至他有时候还会凶，对不对？就是因为他有这样子的另外一面，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他能带给你的空间感更大，他能带给你的空间感更大。如果我们只有一面的话，我们只有半张牌；如果我们还能够接受另外一面的话，我们是不是空间就变大了？那么同样的道理，跟这个人的相处，跟这个人连接，宇宙给出的能量呢是爱无处不在，你需要用耐心和温柔去理解他，去观察他，去发现他，去找到他。那么最后我们风象元素的国王，你们2个人最终会找到一种非常平衡的相处方式，非常我觉得是能够给自己带来提升的空间的那种相互生活在一起的方式。不仅仅是大家一起生活，一起吃饭，一起工作，一起讨论，我觉得是能给彼此自由，能让2个人单独做决定的这种权利这个是非常 empowering 的一个关系。所以第2组牌的朋友，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你的正缘的几率非常的大非常的大。那么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所看所有的关于今天的桃花能量的检测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边，祝你好运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
欢迎选择到第3副牌的朋友。那你们呢，选的是这一颗黑曜石。好，我把它放一边。那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的是有关于你这朵桃花它是不是你的正缘？我们要来看这朵桃花它的品质究竟是如何的。那我们在进入今天的塔罗牌抽牌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第3组牌的朋友，今天我们的指引牌，我们今天有3张。我们首先呢来看第一个牌第一个呢是考虑你的基础今天我们去连接你和这朵桃花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是考虑你们的基础。我觉得这张牌讲的是非常明显的。什么叫基础？我们在讲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这段感情呢，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关于基础的东西是很重要的，或者是说关于你们两个人的基本的一些东西，它很关键这个是有关于基础。然后呢，它下面有一句话这个很关键，他说的是你要去看你究竟有多么的坚定对于这份爱。其实这张牌呢，它与其说是基础，不如说它真正想表达的是我觉得第3组牌的朋友就是对爱有多坚定，你对爱有多坚定，对方对爱究竟有多么的坚定。什么是爱呢？爱是没有保证会一生一世，但是仍旧会去坚信它，并且用爱作为行动，对不对？什么是爱呢？爱可能是对于一段感情，你有你自己的所谓的信仰，对方呢也对这段关系有他的信仰，然后呢用双方彼此的实际行动来证明所谓的爱。所以爱从来都不是说说而已，也不是一个空谈，爱是强烈的并且持续的行动力。所以我觉得这才是爱真正的一个基础所在。不知道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是否同意所以呢，今天我们来看的，我觉得关于这份感情、这段爱、这一个缘分其实它是一个很实际的东西爱不是空谈，不是甜言蜜语，是实际行动，是彼此的交付，是彼此对这段爱的坚定。无论经历什么，无论面对什么无论将来会怎样，这个变数和未知没有人知道，但是你们却能够在当下守住自己的初心，去相信一生一世的真爱吧。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张牌第一张牌，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给人的感觉就是有一点我们在讲那个结婚誓言其实在大家去经历那个结婚仪式和誓言的时候，就是那一刻你还是会觉得非常的庄重非常的庄重。所以我觉得在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当中，我听到了庄重的誓言。也许你们已经说过这个所谓的誓言，也许你们还没有说，但是呢，我觉得在这段感情里面有一种很严肃的东西，OK， 非常坚定的，或者是有关于坚定不移的这个话题我觉得是在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这个能量当中，有可能你们当下在考虑的就是这个事情，也有可能这段感情呢，就是你们要面对的也是这个问题，好不好？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2个和第3个，就是我有抽同时2张牌作为今天的能量补充第一个呢是有关于这个秤这个秤的守护者，就是这个维系这个平衡的一个女神。然后呢，第2个呢是一个蚱蜢这个是关于你的这朵桃花它的能量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秤吧。这个秤呢讲的是公平公正，讲的是平衡讲的是公平公正和平衡。那我觉得就是说这段关系当中有一个很厉害的东西，就是在讲和谐。第3组牌的朋友，我能感觉到的是一种这段关系里你们彼此之间和谐的能量，或者是说和谐是你们2个人一起在追寻的一个感情里的未来。也许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当前的关系是和谐的，也有可能呢是在讲你们所追寻的感情，你们所追寻的爱是相互共同彼此付出，是大家都能拿出真心和实意去打造这个稳定的基础，是2个人心心相印共同的投入，而不是一方投入某一个地方，另外一个人可能会就是得到的比较多，是吧？就是每个人的关系可能都不一样，虽然有的时候多少并不是决定平衡的关键但是我能感觉到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这个能量关系当中有这种很和谐的东西。OK， 可能你们2个人是属于势均力敌的
恋人啊，势均力敌的恋人，两个人能够给出的东西，他的这种价值或者是他的这种比例是比较和谐的，一半对一半啊，几乎是一半对一半，所以这个关系会给人的感觉是很舒适的，很放松的，心里是觉得很平和的。我觉得是那种给人的感觉很轻的感觉啊，很轻的一种感觉。所以你看这个女生，就是她头发很飘逸，是散着的，就给人感觉很轻。然后她穿的是白色的衣服嘛，我觉得代表的是一种很纯粹、很纯净的感觉。然后这个衬呢也是刚刚好啊，刚刚好，很细心。然后呢也是非常细腻的，在维系着一种平衡。所以我觉得在这段关系里，我还能看到的是，两个人之间吧，这个感情关系，我觉得大家都还蛮适度啊，你是适度的付出，适度的去接受，对方也是在适度的付出，适度的去接受。适度不代表不真心，没有全部的付出，而是说很讲究方法，很讲究这种我们在讲测试温度嘛。我们在给东西的时候，也不是说我们想给多少就给多少。真正的智者是，就算你是全身心的愿意去给，愿意去付出，但是你也会考虑那个另外一边他的心态，他的这种感觉。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就是在感情里，有的时候你一味的付出，付出的多，但是不一定有好的结果。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是你自己很想去付出，但是你忘记了考虑他愿不愿意得到，他想收获多少的这种想法。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是一门艺术，是一个跷跷板平衡的艺术。所以我觉得这张牌啊，就是秤的这个守护者啊，给人的感觉真的是第三组牌的朋友，这个关系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是很有默契的啊，是两个都很有智慧的人呐，在连结。OK， 好，那关于这朵桃花，这个人呢当前的能量啊是蚱蜢，其实蚱蜢这个能量是一个很好的能量啊，它代表着勇敢啊，代表着勇敢。蚱蜢就是一跳一跳的嘛，是不是？所以我觉得第三个牌的朋友，这个人可能在当下有一种想要去跳跃到另外一个阶段的想法，或者是当前的他是非常勇敢无比的，在把你们的关系往 next level， 就是下一个阶段去推动的这样子的一个人。OK， 所以呢，有可能第三组牌的朋友这边你们的关系是对方追求你会多一点啊，有可能是有一部分朋友是这种感觉，因为我能感觉到对方的主动能量，我能感觉到对方的这种想去往前，想去推动，对你们的爱非常有热情这样子的能量。那么也有一部分的第三组牌的朋友，可能在你的心里啊，就是说，可能你觉得这个人跟某些或者是你过去的恋人是不太一样的，在这段关系里，也许你爱的比较的理性，或者是你爱的比较的理智，你对于这段关系里有些事情可能就不再像以前那么的冲动或者是感性，而是说可能你已经知道了所谓的这种平衡的力量，或者是你开始能够去很细腻的把握一些事情，知道收，知道放，你知道怎么样去驾驭一段关系，或者是你知道怎么样在这段关系里做好自己。因为在关系里面啊，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所谓的角色，这个角色我们需要去好好的把它做好，而不是一味的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么我看到在你的这种成长和智慧当中，对方是非常非常欣赏的，对方非常的欣赏，而且我觉得对方当前呢对你啊是非常有那种能量的集中，就是他的眼睛里就是集中，就是看向你，而且他当前呢就是想跳到你身边。这个跳代表着什么？快速，快速啊！我们在讲那个有些能量是慢慢的走向你，但是第三个牌的朋友，我听到的是他想跳跃，就是飞速来到你的身边啊，飞速来到你的身边，想要去跟你连接，想要去让你看见他，想要去比方说了解你究竟想要如何的将来，或者是想要跟你一起携手去建立如何的去这个所谓的这个将来。所以你看第三个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当中，我反而能够感觉到对方的能量更加的激烈，更加的激动。但是当前呢，在我们整个局面里我们可以感觉到就是在我们的主牌里面，这两个恋人他们相互拥抱，看向前方的城堡，可是我们却看不到他们的正脸
说明呢，就是第三组牌的朋友，在你们两个人的能量和关系的连接里，当前可能你所看到的、你所了解的，未必是全篇。也就是说，有些信息、有些部分，当前你是看不见的，你是不知道的。所以你需要的是，你看我们前方的这个蜡烛，所以你需要一种信仰。就像我刚才讲啊，你对这份爱有多么的坚定，你需要有一种信仰，去让这个光明，让这个烛火慢慢的为你去打开这个所谓前方的真正美丽的东西。可能有一部分第三组牌的朋友，对于这个将来，对于你们的未来，可能你心里有一点点的不确信，或者是你心里有一点不知道会怎样，这个关系会走到哪里，能不能有你想要去寻找的东西。那么当前这所谓的未知都是正常的现象。宇宙说啊，就是有些东西不是说一开始你就能知道的，你需要去坚定你的心，你需要去坚定，就是说爱一个人是不管得失的，选择爱是不管得失的，我们讲的是无条件的爱，对不对？所以你需要的是坚定自己的内心，哪怕没有所谓的保证啊。现在我们的人非常需要的是保证，你保证怎么样，越保证越没用啊。有很多的保证都是骗人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 guarantee， 没有任何事情是100%的。也许明天就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样子的事件啊，也许明天就会发生什么样子巨大的惊天变局，来改变这个所谓的一定会怎样。所以我们不能够被这个所谓的保证会怎样蒙蔽了双眼。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的心，你们的这种坚定的能量才会真正的，我觉得是让你们打开这段感情最好的一种方式，能够让你们真实的、真切的去抓住你心里想要去抓住的那种，也许是坚定，也许是你真正期盼的将来。好，我们现在呢来看塔罗牌，我们来看这朵桃花是否是你的正缘。感恩宇宙。好，第一张牌，这个是梦想的皇后。这张牌有关于坚定，有关于理性啊，有关于坚定，有关于理性。因为是皇后嘛，其实她会有很强的那种做决定，做就是思想当中的一种判定啊。那么我觉得当前就是说，在这个理性的能量里，因为这个是 reason 啊，在这个理性逻辑分析的能量当中，我觉得有一些朋友，我觉得应该是能够看到一些很好的征兆的，或者是你们能看到一些还蛮靠谱的一些理由，可以说服自己去相信。但是呢，我同时也听到了，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牌真的是还蛮，就是我感觉到的是一种土能量和风能量，可能也会有一些火，但是我就是觉得水元素会稍微的有一点点的少啊，水元素会稍稍的有一点少。当然我们今天还是第一张牌嘛，但是我从整个能量里感觉到就是风元素这种理性的东西很多。OK， 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这边我能够连接到的是，你们想要的是坚定，你们想要的是未来的稳定，但是当前呢，理性当中告诉你也许是可以的，理性当中给你分析的是看好未来，但是因为没有水，或者是缺少更多的水和火，因为有的时候啊，这种水元素和火元素会让我们有这种冲动的、激动的啊，就是头脑有一点发热的，或者是一心扎在里面的那种坚定的感觉。但是理性的东西呢，就是逻辑上分析来好像可以，可是好像总觉得差了点什么。所以呢，在这样子能量里啊，在这样子能量当中，那么宇宙呢，就是有一点像是希望你能够去考虑这份爱，这个真正打动你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有一点像是在给你一个问题，抛给你一个疑问。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两个人所谓的感情的基础是什么？这个感情基础是相互喜欢，是相互欣赏，是有共同的价值观，
还是说你们两个人是相互的尊重啊？其实第三组牌的朋友在你们的能量当中，我读到的比较像是润物细无声的那种，没有那么轰轰烈烈的，但是却让人觉得很安心的感情啊。我听到是这种样子的感觉，会给人感觉没有那么大的负担感，不会让人觉得很窒息。有些感情会让人觉得窒息，有些感情会让人觉得就是好像能量一下就被吸走了。但是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这段感情里的能量会让人觉得还蛮容易忘记他的，就是可能会被其他的事情转移注意力，反而感情里的事情会容易能够放下，这是好事情，这是好事情。有的时候，当你真正遇到了正缘呢，或者是真正的遇到一个让你很放心的人，你是很容易放下的。能让你放下的，能够激发你最好的那一面的人或者是事，才是跟你有缘的。如果某个人某个事情它激发出来的是你的焦虑，激发出来的是你的困惑，激发出来的是你的那种忐忑，那么这个人你需要打问号，这件事情你需要再三考虑，是不是真的适合自己，适不适合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所以当前呢，我们看到这个梦想的皇后在这个地方，她这个坐在很多的书上面嘛，是不是啊？这个我觉得是经验，是智慧，是知识，是事实，在稳固你的这个判断啊。这个是Dreamer Queen。OK， 我们再来看一张牌，这张牌呢是火元素10火元素10。我们看这个人他这张牌其实挺有意思的。你看，他把自己炼化成了这座桥，供给上面的人呢你看这个人和指导灵在做这个能量的交换这张牌我听到的是牺牲自己成就别人，或者是牺牲自己成就大爱。想要去跟指导灵连接，想要去遇见自己的祖先，是有一定的，就给人感觉就是他不容易有人在为这个事情做努力、贡献、奉献。今天我们的这个勇士10是一个逆位的勇士10是一个逆位的。关于你们两个人的这个关系，我感觉你们两个人之间这个关系里面有一些责任的东西，有一些这种牺牲奉献的东西比较的不直说比较的内敛，比较的可能做得多说得少或者是说这段关系里，在你跟他之间有一个人牺牲的是比较多一点的，又或者是说真正想要把你们两个人的关系连接到一起，有一个人需要牺牲自己一些事情，牺牲自己的一些利益。而当前呢，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来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段关系我看到了它有一个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的地方呢，我觉得有一些东西要被释放出来，也许是一些真相，也许是一些对于这段感情我们所谓的激发出水。有些事情呢，就是我们平常太习惯，习以为常，当做理所当然，我们需要把这个东西重新的去看待。也许这个东西它不是简单的容易的，它是很珍贵的。也许有些东西它不是看起来那么容易，或者是看起来的那么的随便，而是某个人在精心的筹划、精心的准备，才会有如此好的、和谐的、美丽的一个状态的呈现。所以呢，我看到就是这个战士10这个能量，它的逆位我觉得有一些压力的、责任的东西，可能会在不久的未来，第三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当中会有一个人或者是两个人一起就会说出来，就会被发现。那个时候呢，你们可能当中有一个人会被感动，或者是有一个人会非常的惊艳会非常的惊艳。也许那个时候你们会更加的看向两个人，就是
内心当中我觉得会泛起一种涟漪，就让你们觉得说啊，原来这个人他是这个样子，我都不知道，原来他默默的做这么多，我都不知道，我还以为是怎么样啊，我听到是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好，我们来看这个人是不是你的正缘啊。好，然后我们的第3张塔罗牌呢是战神8。这张牌讲的是，尽管有很多方向，有很多事情在同时发生，但是呢，方向一致，目标一致，最后达到的结果是一样的。OK，我听到的信息就是，其实第3路牌的朋友，我感觉到你们2个人之间吧，有点像是各忙各的啊。第3路牌的朋友，我连接到能量是你们2个人之间是各忙各的，各自都有独立的生活，各自都有独立的圈子，各自都有独立的，可能是兴趣爱好啊。你们2个人的连接比较，这种能量比较的像是，其实内心很看重，其实内心很在乎，但是表现出来的都比较的放轻松啊，表现出来都很放轻松。你们2个人心里都在以自己的生活圈为单位，为这个关系的将来做你们心里认为最好的奉献。比方说我努力的工作，我努力的打好基础，其实就是为了以后生活能够更好更稳定。对方可能也会努力的在他的工作生活圈里面，我觉得是努力啊，然后呢去解决一些问题啊，如果有的话，又或者是说他会想方设法的来到你的身边。因为第3组牌的朋友，有可能你们2个人之间是有远距离，有可能你们2个人会有一些事情就是老是聚少离多啊，也有可能会有这种情况。不一定异地异国，但是可能有一些事情就是2个人之间给我感觉那种独立的能量很强啊，非常强的那种独立性。尽管是感情桃花，我们看爱情，但是我却觉得你们2个人就是很独立，就是能够把这个事情看得很淡，能够放下来啊，放下来。但是呢，我又能感觉到，就是这种对于这段关系，你们都是藏在心里了，相互彼此其实是很这种爱呀，不是说出来，这种爱也不是什么浪漫的做什么烛光晚餐，而是你们在为未来的生活基础做很多很多的努力。比方说赚钱啊，买房，比方说想方设法的调这个工作，能够异地的朋友能够达到一个就是同城，或者是有些朋友是因为工作或者是一些生活的问题，2个人聚少离多，那么你们再用自己的方式不断的去把这种矛盾冲突的东西把它给减少，来让你们的关系未来可以更好的去连接，有更多亲密的机会，有更多见面的机会。所以当前呢，我觉得有一些努力是藏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也有可能第3组牌的朋友，你也是不让对方知道，但是你其实做了很多的努力我听到这种感觉，不是刻意隐瞒，而是可能很成熟很稳重，有些事情就不会说出来就不会轻易的说出口了。当然了，也不是说成熟稳重就不说只是说你们可能对这种方式更加的觉得好吧。来，我们这张牌是什么？对呀，Maker 9，Maker 9，这个是土元素9土元素9。然后我们今天是一个逆位的，这张牌是什么呢？我觉得是一个改变土元素9，一个改变。我刚才听到是什么呢？就是离开一个很固定的地方，离开一种很固定的习惯，为的是2个人可以连接在一起为的是2个人可以连接在一起。那还有一部分的朋友呢，我听到的是你们2个人之间在某些物质层面3D 层面的方面没有非常的当下很匹配。就像我刚才讲也许你们现在是异地的关系，那么异地为什么会说有点不是那么匹配呢？因为2个人谈恋爱就是想在一起想见面想牵手想能够近距离，对不对？至少在心里，你如果都没有这个想法的话，那这个关系可能就没有办法往前走了。所以土元素9制造者9的逆位，
你们两个人当前可能有一些地方没有那么的匹配啊，也许有一个人他的工作非常好，有一个人的工作可能就还不行。OK， 所以我们的第一张牌是说考虑这个基础。那么那个工作好的还是工作不好的，可能都会在没有工作好工作不好，就是可能两个人之间有些东西就不一样啊，有这个不一样的感觉，而且这个差距是有一点大的，就两个人可能会用自己的方式去努力，但是这个努力并不是说调节你们的感情，而是说想在物质层面啊条件方面去尽量的靠拢，变得更匹配。我听到是这个，那么这个能量呢，我觉得是好的，对不对？因为大家其实看起来好像很独立很轻松，但事实上我觉得心里很在乎啊，心里很在乎，我觉得都在做着自己能做的改变。这个是战神石，其实是非常刚的，非常牛的，非常我觉得是很勇敢的一种对爱的坚定吧。不放弃不放手，我觉得是有这种感觉的。所以两个人之间啊，这种公平和平衡，我听到是什么呢？就是就很像现代人的那种，就说我不靠你 OK， 我也不会强求去改变你，就靠自觉了啊。你对于我有多坚定，你就会朝着那个共同目标去努力，而我对于这段关系有多坚定，我也会用我的方式去朝着这个中间靠拢。这个东西是没有说谁要求谁，都是心甘情愿的。那我觉得当前呢，就是看到这张牌啊，蚱蜢，对方他是想跳到你身边的。那也许这段感情关系里面啊，有一个人啊，比方说异地啊，或者是某个人的能量跟你之间有上下的这个差别，那么无论是上还是下，这个人都想靠近你啊。那么我们所谓的这个土元素9制造者9，他讲的就是把这种所谓的一个人觉得很好的生活变成两个人在一起更好的生活。我们来看第3张牌，好快哟。好，第3张牌是那个风象元素的啊，梦想家2。这个呢就更加理性了啊，它讲的是今天风元素很多啊，第3组牌的朋友，我们这边其实天秤座的能量很强，风元素跟火元素真的很强啊，水瓶座、天秤座啊，两个星座能量非常非常的强，然后是火元素。我当前就是说看到这个能量，双子座啊，一半月亮的平衡。这段关系里，大家对于利弊，对于自己的得失，对于我付出多少，你付出多少，非常的清楚。当前这段关系呢，是不是你们的正缘啊？第3组牌的朋友，我觉得我们要去下结论的话，这个最后的总结应该是，这段关系其实是一个需要去发展，需要去继续打开，需要去看对方接下来的这个行动，你是如何的想法。这个关系呢，其实是我觉得可以去连接，可以去继续的去看，继续的去探寻。其实有很多时候过程是很重要的。当前吧，我觉得在这个能量里缺少了一些水元素。如果两个人有异地的话，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调和能量还没有结束，你们还需要更加确定和统一接下来如果在一起生活会是如何的样子。也许所谓的这个远距离并不是真正的远距离，而是心与心、思想与思想之间的远距离。大家之间还有一些东西要讨论，要在意，要去讨论的，不是说当前就能够一下子肯定下来。但是呢，这个关系它有个很大的优点，它有个很大的一个 potential， 就是这个潜力在于说这个关系它的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没有什么很大的一个情感上的冲突，而是说这个关系我觉得它是非常理性的，非常的我觉得是很考虑实际的一个关系。那么在这样子的关系里面呢，第一个，对方当前呢他是有这个能量和意愿来跳向你，或者是
快速的来到你的身边，那么你们两个人就相当于现在来测这组能量的话，有些东西还没有展开。我觉得一个呢是要看对方的方式和方法，你是如何看待它。因为每一个人啊，每一件就是我们在讲每一件事情，也许对于有些人来讲它很好，但是也许对于你来讲你不喜欢，但是也有可能有些事情别人觉得不怎么样，你却觉得很珍贵。所以第三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这个能量啊，需要第一个是往前看，往前走。这个关系我不觉得现在就是把它否定掉，而是说这个关系我觉得还有很多的潜力，而且对方还有很多他想去做的事情，以及他想告诉你的一些话语。而第三副牌的朋友，我觉得这段关系是非常考验你的。它考验的是什么？它考验的是你对这份爱有多坚定，你究竟有多爱这个人，你究竟对你们的关系有多么的肯定和确定。我觉得当前呢，就是这个问题在于什么呢？就是有一些朋友对于这个关系不是那么的确定，就仿佛理性在告诉你可以的，没问题，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但是感性就是上不来，缺少了水。你们两个人也许连接太少，你们两个人也许心与心之间的对话太少，你与他之间也许有些事情还没有往深里走。那么也许下一个阶段，因为这个人他要跳嘛，他要勇敢嘛，那也许就是你也要勇敢。第三组牌的朋友，或者是说他勇敢以后，他会给你发邀请，他要来问你的是你敢不敢跟他试一试。所以第三个牌的朋友，你敢不敢跟他试一试？如果这个人提出一个非常大胆的冒险的，或者是 OK 大声的一个声音，说一些你之前可能都觉得不是这个人，不像这个人会说的话，不像这个人会做的事情，你又会是如何的反应呢？你现在去想不一定能够想到最真实的自己，但是当这件事情来的时候，你才知道你会是如何的作答，你是如何的想法，你是如何的感觉。那个时候第三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才会更加的明白你自己的心意。而现在呢，也许这个关系就是在那个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我们需要去看对方这个跳他的下一步会怎样。好，那这里呢就是第三组牌的朋友我们所看关于这朵飞来的桃花，它是否是你的正缘的一些当下宇宙给你的能量指引。那么希望这期的这个信息呢，能够为第三副牌的朋友带来指引和帮助。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